开始我们拿了一个 S King 很不错啊，我们在这个加2 Open。到 River 开一张4，那我就去过牌。那这个玩家在 River 下了一个注码，大概是25万。我觉得他如果 turn 是很大的牌，中了2对以上或这种赛的情况，他不太可能会 check turn。但是这个地方 River 我觉得，如果3张刚刚讲的没有改变战局的情况，他有可能会投机。然后他的注码让我觉得我必须要去跟，我们不能去盖太多，所以我选择跟注。这是我们第一次来到越南岘港打扑克，比赛办在漂亮的5星海滩 Villa 度假村。APT 主赛$1725的报名费，从 Day 1幸运到 Day 4，675人的 Final Table。第9名最少有$1.3万，第1名呢能带走超过$10万奖金。还没看过前几集的，现在记得看这边。这集先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 FT 所有的手牌，能否顺利一战夺下主赛冠军荣耀？我们一起看下去。Hello 我是 Naven， 这一集跟大家分享的是APT 岘港主赛 Day 4，我们进入了最后的9人的决赛直播桌。那我会把我当下的一些感觉跟一些打牌过程跟大家分享这个直播桌的一些想法。那当然这个影片其实已经过了将近1个月来拍，所以我觉得不同的角度再回来看这些手牌，也可以好好检视一些自己，然后把这些的经验跟大家做一些不同的一些探讨。好，那其实出国比赛这感觉真的非常非常的不一样啊。那尤其看到这么多的朋友们在现场帮我加油跟呐喊，当然有喜欢我的跟支持我的，那我相信都是为了我们的台湾好，代表这个台湾在这个桌上比赛，就是我觉得非常的兴奋。那也非常感谢你们的支持跟这些游园的这些支援。那在开始之前，还有另外有趣的事情是，我看到了2个游园，非常的，我觉得这个哇，怎么会这么有趣？那我在这次影片当中呢，会跟大家去分享这两个留言的真相跟解答哦。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 Day 4 Main Event。好，那这边可以看到，就是我们进了决赛桌，有675人参赛，然后一些奖金啊、底池啊，最终的9人。那想要看这部 Main Event 完整的直播连结，将近9个多小时，你可以到 APT 的官方网站直播，有所有的手牌的记录。我一样会把我打的所有手牌基本上全部跟大家分享，就是我的一些想法跟一些对战的一些内容。那我们就开始。好，那开始之前啊，其实 APT 它这个比赛在 Day 3的前一天就会拍一些这种短影片的侧录，然后你现在看到的是我 Day 4介绍一个一个人出场。对，那其实会非常的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尤其你打这种国际赛，然后代表这个台湾选手，我们在这个场上。好，所以我们开始我们的9人桌。好，那一开始啊，其实很重要的是你要先看一下整个桌子的码量啊、分布啊，会攸关于你在决赛桌怎么去玩这些手牌跟这些去处理的 ICM 的问题。那一开始我印象中我码量落在就是9人桌里面的第7名左右，所以我们是比较中后段的。那有1-2个短码，可能短一些，大概10-20 BB。不过呢，我的码还有大概49 BB， 所以其实还算蛮多。虽然我们排名在可能第7、第6名左右的码量。好，那这手牌呢，一开始我们拿了一个 S King 很不错啊，我们在这个加2 Open。好，那接着呢，一路盖到这个 COA 玩家呢，他这边选择跟注，盖到大盲。那大盲也拿一个很不错牌，拿 AJ 也选择跟注，所以这是一个3人底池。那 Flop 开一个10 High Ball， 那在这个3人底池里面呢，其实这个波面我们 C 倍一发，再没有位置，很多 COA 玩家都会中到一些牌，甚至大盲也会中到一些牌，所以我决定在这3张选择先 check control 这底池。那 COA 的这个日本玩家下注了一个小注码，大概是10万。好，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 S King 不能轻松的去改掉，原因是因为我们是一个 2 over card， 那在 COA 有很多范围是不见得会中牌的，他可能想利用位置去做一个下注。那这玩家我大概补充一下，他是一个比较紧的玩家，所以我觉得先跟注看看状况，那我们就选择跟注。好，跟注之后呢，turn来一张5，那这张5基本上是跟3张没有太大的关联度，对，除非它是口袋5一对会增强别人是 set 以外，那其余的情况呢，它在 flop 如果是一些2高张左右的牌是买顺啊，或买 gut shot 或买双头顺啊，甚至 2 over card 基本上都还是落后我们，所以呢，在转牌呢，我当然先去过牌看一下它的状况，但是如果他敢在这边下重注的话，基本上我要倾向盖牌，因为这是一个3人底池，我们没有办法去再往下走。
好，那最后呢这边到 River 开张4，那我就去过牌。那这个玩家在 River 下了一个注码，大概是25万，那扣掉底池的那个要加上去它的码量，所以大概打了一个1/3多一些。那在这个地方呢，我觉得他如果 turn 是很大的牌，中了2对以上或这种赛的情况，他不太可能会 check turn， 原因是因为我们是 open racer， 我们很有可能有很强的一个超队，甚至还有不错的一个顶队，带一个很好的一个 ticker， 例如说 K10、A10 都有可能去 control 底池打这个帕。或者是我们可能被实盖帽一些中小超队，但是这个地方 River 我觉得如果3张刚刚讲的没有改变战局的情况，他有可能会投机，然后他的注码让我觉得我必须要去跟，我们不能去盖太多，所以我选择跟注。那跟注之后，我们一开始就是收下这个底池啊，很关键，让我们一个还不错的一个开局。好，紧接着呢，过了一些几手之后呢，我们牌运还不错，继续拿到1对7。那我在第一家选择当然开注。好，这手牌呢一路盖到了大盲。那这个日本玩家呢，他抵抗 King Queen 的大盲。那 Flop 开这个 AA2， 非常非常好的 bow， 所以我就下注一个极小注码去保护我们的手中的这个对子，因为我不希望他比我们好的2高张，例如说可能是8、9加以上的牌去免费看 turn， 那我们很容易被超车，所以需要保护。那下注小的时候嘛，对方当然 King 还会觉得在这个 bow 面不见得落后，所以他当然会跟注。好，那 turn 来的这张5基本上是一个无关紧要的牌，那开了一个双花座，所以 turn 上呢，对方有可能会有一些flop 的一些可能，例如说刚刚讲的10以上2高张的黑桃会在 flop 扣一枪小下注的注码，然后呢在 turn 上它我多了一个后门花或多了一个后门顺，它都有会变成一个更强的牌力。好，所以在转盘对方这里跳出来打一发 dunk。好，那这注码呢，我们不用太担心。为什么？我们刚刚讲它有很多的一些后门花，或者是一些后门的补牌，甚至它 flop 有一些可能它是纯粹买花，但是 turn 上增强了，变成带顺。例如说什么呢？可能举例，可能3、4方片，或是可能5x 方片，都可能变成一对带花或者带顺。所以它 turn 打这个小注码，我们当然还是做一个轻松跟注，因为非常非常多买牌啊。我们跟注之后呢 ，River 来一张3黑桃。那这个3黑桃呢，有一点点不太舒服，因为它的后门花会中了，所以它过牌我们当然就轻松的休档。但如果对方这里下一个很大的注码，我们就要去想，他很有可能会中到后门花，或者是他有可能一些4x 的手牌中到顺，所以有可能会盖牌，必须要看对手他的频率跟他的投机的状况来决定。但最后他过牌，所以我们收到这个底池，可以看到这个目前马量分布，我们马量冲到就是排行名第4名左右的马量。大家好，我是扑克夫妻的 Naven， 在这边呢，我会分享很多即时的手牌跟特别的手牌，用短片的1分钟的方式跟大家呈现，非常非常精彩，不要错过。是不是比赛拿到大牌非常非常开心呢？我们来看这几个手牌 ，Low Jet Open， 我在Button拿到 JJ 3B， 被他 all in 20几 BB 秒扣，这是一个2000多枚的比赛。我们来看看这个过程，就这样吧。来下一手，李英杰买了2100枚的 WSOP 手边赛一样。我靠，莫名其妙第一家推15 BB， 我们有15点多 BB 啊，想要 K 一队跟注啊，这 flop 有点陡，但我们还是领先很多，没在怕。这 turn 还好没影响嘛。这 River 剩1点 BB， 还有头没给他。好，紧接着呢，这手牌我在大盲拿到87，那这手牌就是刚好 button open 小盲扣。那我们可以讲一下这个桌况分布啊，我们运气很不错，我们右手边2个桌这整桌马量最多玩家，而且是这2个玩家也是在这个桌上最有威胁性的。所谓威胁性是因为虽然他们打牌的比赛经验非常少，就是没有这么多，有查过他们战绩，有一个还打现金桌的，另外一个人偶尔才玩的，但是他们都很有创意，他们会做一些比较激进的操作，或者做一些不出牌、不按牌理出招的一些很 aggressive 的3B， 或做一些炸胡，所以在决赛桌是非常有威力的。如果你是打一个非常非常被动玩家来讲的话，其实在决赛桌是比较好相对去应对跟处理的。所以呢，你如果不太会知道怎么办，你觉得你又技术不见比这些玩家经验好的话呢，你有筹码的时候记住要凶一点，要激进一点，那你在决赛桌就会转成是变成你的优势。好 ，anyway， 好像回到这手牌就很单纯，我们抵抗 button 的 open 小盲的扣，然后我们没有中，当然只能缺到 river， 因为我们的深度都很深，我们在这个后面去投机
也不太适合，我们的手牌也没有挡到任何的阻挡手牌，所以去做炸胡或者做一些下注都是太冒险的。所以这手牌就是去到 river， 然后 button c bet， 那小盲中一对就扣，所以就 button 赢，这把牌就大概是这样子。好，紧接着这手牌我们马量有点起色了，我在 hijack 开了个 Q9O， 那这个手牌是非常偏宽的 open， 为什么呢？因为 final table 有重要一个动态的一个捉况，就是因为盖到了我在 hijack， 后面的玩家筹码都比我还短，所以呢，我可以在这个情况去开多一点。那再来就是后面玩家其实都还蛮被动的，他们就是很明显在等一手比较好的手牌，或者是也不能做太激进的动作。像这个手牌巴腾拿一个 A8O 很痛苦，所以他选择盖牌。好，那小盲这个玩家呢，当然他日本人可以3B 也可以跟注，但桌上还有1-2个短码，原因是因为都还没有人出局，还是9人桌，所以中长码的玩家都会在一开始比较保守一点，尤其在没位置的时候。那我们就来继续往下看。好，那这手牌来开一个 A high ball 还不错的一个 ball 面啊，我们在 ball 面下注一个非常小的注码。那我这个注码的用意是我可以在转牌做一些 double barrel 的一些 bluff， 因为我不需要在这个 ball 面打一个很大的下注，原因是因为我们筹码都很深，这是一个 racer 适合的一个翻牌的一个优势面。那如果我们的打很大的话，基本上打大跟打小，我打小跟 turn 打第2发比较能盖掉它很多手牌。对啊，刚好我们 flop 打小之后，他竟然在这个 flop 做一个 check raise。那这个日本玩家其实不太会操作，他都会跟牌面有点关联才去做一些动作。这是我在这1-2天跟他打下来的观察状况。所以，当然这个手牌我们基本上是没有发展性的。那我觉得这里去残打他，不见得是好事情。而且，如果我要残打他这个手牌，我可能更需要的是一些，例如说 Q9 黑桃，带一些后门花。加上一些后门顺会更好。那如果纯粹是一个 gut shot 中了后门变一张成顺，基本上也没有太多的价值中了手牌。然后再来是，如果我跟他 turn 跟 ribbon 要去做个很大的炸胡，其实也是蛮危险的。尤其在这个 final table 有这么多开始短码的情况之下，我们还是要依照筹码的适合的比例去选择适合的牌往下走。其实大家都有言论自由，但针对一些攻击到我家人或是一些比较不实的言论啊，那在这边可以简单跟大家回复一下。我看到了一个留言，就是真的会心一笑。其实如果认识我的朋友啊，都知道我跟微微已经在一起就是超过14年了。那我们都是因为后来才接触到扑克，所以呢，他也是因为我很爱扑克，然后跟着我一起了解这个游戏，然后一起去学习。那他很单纯，他就只是一个家庭主妇，跟是协助我跟支持我的扑克事业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伙伴。所以他完全不是一个职业牌手，他从来也不会以打扑克为赚钱为目的，那更别说是职业牌手了。他每一次玩每一场都非常开心，对我来讲就非常非常的足够了。但实际上他打的，我觉得真的是还是非常好，因为他打的场次超少，签率竟然很高，而且是真的在女生里面打得非常有水准的。那再来就是他的成绩，我觉得也算非常好了。如果你看他现在的 GPI， 从今天开始跟我打非常多比赛，他拿到了 FT 的一些主赛事冠军，甚至拿到了国际赛的 FT 的进入到了这个后期的决赛桌，以及女生的冠军好像拿到7-8个以上了，甚至 WSOP 的金手人都差点打到最后决赛桌。那再来，我觉得她是台湾女生我的心中第一名，绝对是没问题的。好，那再来呢，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也希望我可以无限买入传奇扑克，甚至打得起传奇扑克的富二代。但可惜我只是一个从电竞和上班起家的平凡人，全部都靠自己。那确实呢，我的家人没有给我很多的负担，但我自己也在就是还房贷。那做投资、做扑克、做事业，当然扑克牌手，但不是真的想象中这么好的赚钱，不然真的人人都可以改行了。我真的是非常的幸运，能够一路的往上打。我对于台湾的扑克的热忱绝对是数1数2。那我从8年前左右第一天爱上扑克开始，是多么认真的去看待扑克。我基本上从来没有一天去休息过，满脑子都是扑克跟研究和付出。那我也很期待有一天我可以靠自己的努力去买传奇扑克，希望慢慢可以有这样的机会可以达成跟努力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可以分享一些经验跟传承一些经验，可以让台湾的扑克，不管你是喜欢扑克还是不喜欢扑克，都可以更了解
德州扑克在干嘛？我觉得这样就非常的足够了。好，我们维持这么多的频率去玩，刚好在这个一开始的这个1小时内其实很不错，因为我们拿到了大牌就有机会被支付比较多钱。好，我在加3拿到一个 KK， 当然轻松的开注。那其实我觉得在玩现场的是你有一些 body language 身体的语言跟一些动作，你要让场上觉得你是一个不好对付的玩家。有时候其实你看起来好像有点紧张或不紧张，所以有时候其实我是想塑造一个形象是。让你觉得我在桌上是不好对付的。如果有打过现场玩家，就会感觉到是你可以说是一个气场，你也可以说是一种感受，让别人觉得你不是一个好欺负的玩家。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或者是让别人觉得你是一个不好对付的玩家。好，盖尔这把牌大盲 A7O， 那他选择一个很标准的一个抵抗。好 ，Flop 开一个 AKJ 很不错啊，我们中了一个 set。那在这个地方呢，有一些花座。那这个爆面很关键的是，因为它开了非常大的爆面，然后我们又是比较中前卫的 racer， 所以呢，你不用去10倍非常小注嘛。我喜欢在这边开始把底池往上打，为什么呢？因为对方在这个爆面，他如果是什么8嗨、9嗨这些小牌或者小对子，你打多大跟打多小，他都不会支付你。所以我们的对象就是找他的2对以上。或者是 AX， 或者是买顺带花，所以我们不需要打很小，所以我们下注完之后，对方跟注，然后 turn 来的这张9没有太大影响。为什么？如果他 flop 是 Q10，本来就赢我们，其余的牌都没有改变战局。但关键在于这是一个后门花，所以对方如果是什么 J10、K、Q、K10这些左右的手牌，如果他是带2张黑桃，他在 turn 上会变成非常非常强的补牌。所以呢，在这边的关键就是不要因为你中了赛或中了第2对就打非常小的注码，我们在这边反而要去拿到很大的价值。所以我备一个非常大一个注码。对，那你当然会说你打这么大，对方 A 扣不动，但你要想的是有很多情况它不只有 A， 它有非常多的强牌跟买牌的强做。那以及他如果真有2对呢，在这个爆面也不会容易相信我们就这么容易就中了大牌，而且呢，他有时候更不相信的人，有一些 A 也会扣，甚至 A 带正门花也很难盖，所以我们必须在这个爆面拿满很大的价值，不能让对方有正 EV 的往下走。好，我们收下这个底池。OK， 今天这个手牌很有趣，因为我们右边都做比较长嘛，所以会一直不断的打一些很多后卫底池，然后 button open 小盲扣。大盲无视结构牌当然继续抵抗，因为我们都非常深，3方有效筹码都50多个大盲以上。那这个 ball 我们又没有搞头了，因为就是没有中牌，所以当然就是很标准的去盖牌。那当然这个手牌大小盲他们有一些对决啦，你们可以去看他们的一些内容，我们就不做太多的评论。好，接着到这个地方就是目前的筹码码量的分布。这样的 final table 情况之下呢，你要打得非常非常的小心，非常的紧。原因是因为你只要不去做任何的犯错，就会有人突然出局了，可能马上剩下4个人或3个人。对，那当然可以看之后的造化。好，所以到这边是我们的最终9人桌，很多一些特别的一些精彩手牌，尤其是我们埋伏到很大的一个底池，还有一些对战记录的一些交手经验。对，那到这边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刺激。我们当然有抓对牌，有盖错牌，但这就是一个 final table， 你在当下的一些抗压跟你的一些对抗，你必须去思考清楚，做的你觉得当下适合的决定。我也算是过一阵子时间回来去 review 自己，那我们把这些很实际的这个第一人称的经验分享给大家。好，那到这边我是 Nathan， 希望你会喜欢我的影片，记得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下次的预告非常精彩啊！一开始就有超级关键的手牌，因为我们码量维持，马上大牌要出现了。OK， 下期见，拜拜。